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马上又要中秋节啦，今天我们要来做蛋黄酥，来研究看看，如果在家自己做蛋黄酥，一颗成本大概是多少钱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好啦，那我们这边就把材料都准备好了。其实做蛋黄酥的材料不难啊。这个因为我这次要做的是芋头内馅，所以这个是芋头，然后这个是鸭蛋黄。对，那鸭蛋黄的话，烘焙材料行通常都会卖这种冷冻的鸭蛋黄。蛋黄酥的饼皮有分，它是我想大家吃应该都知道，它里面是一层一层的，所以它要用酥皮跟油皮，然后去堆叠，去擀出这一层一层的感觉哦。所以要用2种不一样的面粉，分别是中筋面粉跟高筋面粉。然后再来，当然做甜点的话，砂糖是绝对少不了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做前置作业吧。芋头挑选拿的时候手感沉重且扎实，然后外观看起来没有破损。那切开来闻起来有淡淡的芋头香，没有奇怪的味道。这样的芋头都是品质还不错的芋头。那芋头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先洗干净后削皮，接着切成薄片。后面呢要放到电锅里面蒸软，准备做芋头泥。我这一次的芋头呢是用1杯的水下去蒸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芋头的口感。那各位如果想要做更绵密一点的芋泥的话，建议至少用1杯半以上的水，将芋头完全蒸软。那蒸好的芋头呢，我们拿出来倒进一个比较大的锅子里面，趁着芋头还很热的时候，赶快加入砂糖搅拌，利用芋头的热把砂糖融化掉。那再稍微搅拌之后呢，再加入融化后的奶油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这样子内馅的部分就算完成咯。再来是油酥的部分。那油酥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准备低筋面粉跟鲜奶油，然后呢把低筋面粉倒入盆里面，接着把鲜奶油也倒入盆里面之后呢，把2者搓成均匀的面团。那这样油酥的部分就算完成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酥皮的部分。那酥皮的话呢，用的是中筋面粉，然后砂糖，然后奶油跟水。所有食材的比例我全部都会放在说明栏里面，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呢，可以自己去说明栏看。好，一样，那我们准备一个这个大的锅子，好，然后把刚刚的材料全部倒进去，然后再来是奶油、砂糖、水。因为饼皮用的是中筋面粉，所以我们每一次揉完它都要记得稍微放一下，让它松弛一下。你在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筋性不一样，这个比较硬一点哦。好，那这样子就算完成啦。好，那再来呢是咸蛋黄的部分。咸蛋黄的话呢，如果你们买到的是不会腥的话，那其实就不需要这个工序啦。那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冷冻咸蛋黄的话，那可能需要稍微用米酒，先泡一下之后再去烤一下。这个呢，目的是为了去除它的腥味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把鸭蛋黄送入烤箱。好，那经过1个半小时左右的努力，我们终于把所有的材料都备齐了哈。那首先是馅料的部分哈，今天准备的是芋泥馅，再来是这个咸鸭蛋黄。那咸鸭蛋黄的部分的话，记得要先用米酒先烤过，这样可以去腥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酥皮的部分，酥皮的部分的话呢，就是用低筋面粉加鲜奶油去和出来的。那这边呢是饼皮的部分，酥皮的部分。酥皮的部分的话，是用中筋面粉加鲜奶油加水跟糖所和出来的。那至于为什么要准备称重器呢？因为到时候每一个面团呢都要捏成就是刚刚好的重量哦，所以准备一个称重器。我们不是老师傅，所以没有那么强的手感。好啦，那就是等等就是接下来要进到最繁琐的环节吧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
好咯，那我们酥皮跟油皮全部都分成35份了。那酥皮的部分的话呢，是22克到20克左右一个，然后油酥的部分的话是12到13克一个。对，那这样全部都分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包在一起，要用酥皮去包油酥。好，那这个是酥皮的部分哦，我们先把它揉圆，然后把它压成圆形的，然后拿一个油酥，油酥也是尽量把它弄圆。然后把它放在中间，然后用虎口这样子慢慢推，最后面合起来。啊，这样子就包好了。那稍微转一圈，这样把它。好，那这样就包好了一个。好，那还有34个，那我们继续加油吧。好，那我们全部的这个酥皮跟油酥都包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要擀出它那个一层一层层次的感觉哈。那我们首先用手把它给压成扁平状、圆饼状。压成圆饼状之后呢，从中间往前推、往后推，往前推，再往后推，它就会变成牛舌饼的形状。好，等到变牛舌饼形状之后呢，卷回来，这就完成第一次。然后呢，一样手压，稍微塑一下形，然后一样往前推，往后推，推，推，好，这样子再卷回来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那个蛋黄酥的饼皮了。好。内馅部分的话，就是把芋泥分成35克一颗的分量，然后把咸蛋黄包在芋泥中间，然后搓成一个圆球，这样子馅料的部分就算做好咯。接着我们把刚刚处理好的饼皮压扁，然后呢用擀面棍把饼皮擀成中间厚、两边薄，像铜锣烧那样子的形状。然后呢，把馅料放在这个圆饼中间，接着把四周的饼皮往上将馅料包起来，然后记得封口处的地方要尽量密合，以免烤的时候会裂开。好，那像这样子我们就包好一颗咯。缠进去，好了。好，到底烤完之后会不会被裂开呢？不会。好，希望啊。那我们终于包好了，感谢我老婆的极速模式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是要上蛋黄酱哦，应该说上纯蛋黄，把蛋黄刷在它的表皮上面。再来上芝麻。等到蛋黄液干了之后，等到蛋黄液干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蛋黄酥放进烤箱里面烤了。那烤箱设定的话呢，是上下火各180度到190度之间，40分钟到45分钟。要记得，如果说快要烤焦了，那可以在上面盖一层铝箔纸，防止它上面的蛋黄整个焦掉。但是要记得一定要烤满40分钟，好了，这样子新的部分才会熟。那就放凉吧。先记得把它放凉，等放凉之后才可以用盒子装起来，不然的话它会坏掉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下成本的部分。那这一次呢，芋头大概是100块，低筋面粉跟中筋面粉的部分呢是大概80块左右，然后奶油200，咸蛋黄200，糖的部分就算它20块吧。那这样子总共是600块钱，然后做了35颗，所以每一颗的食材成本大概是17块钱左右。那我做这35颗的咸蛋黄总共花了大概3到4个小时。那当然了，还会有一些电费啊等等之类的，这个我就不去细算了。好，所以结论，
如果我们大家要自己在家做蛋黄酥的话，那食材成本大概是1颗17块钱左右。那这样子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自己在家做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